今天是我和丈夫亚瑟·琼斯的结婚纪念日。不知为何，每年这个日子他总会不在家。我们结婚40多年了，可他从不愿陪我过任何浪漫的特殊日子。独自吃完早餐后，我去拖地。路过书房时，眼角余光瞥见书架上堆得乱七八糟。我无奈地叹口气，放下拖把走进书房，想把东西整理好。伸手去够最上层时，一本封面厚重精致的大书掉了下来，砸在我头上。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倒抽一口冷气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看清，那根本不是普通的书，而是一本婚纱照相册。相册里每一张照片都是同一对男女，他们穿着不同款式的婚纱和西装，唯一不变的是两人脸上灿烂又暖心的笑容。照片里的男人我再熟悉不过，是亚瑟，可照片里的女人却不是我。我用手按着太阳穴上阵阵抽痛的地方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那一刻，我分不清是头更痛，还是心更痛。相册里最新的一张照片，拍于去年今天。即便两人头发都已花白，看向彼此的眼神却依旧像年轻情侣般饱含深情。照片背面还有一行亚瑟的手写字，他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都透着真实。永恒之爱。凑近细看，每张照片下方都标着日期。从40岁到60岁，他们的头发从乌黑渐渐染成雪白，却从未落下过一年。原来，丈夫每年找各种借口不陪我过结婚纪念日，都是为了陪他心爱的女人拍年度婚纱照。这简直荒唐至极。我颤抖着合上相册，思绪飘回昨天亚瑟出门前的模样。他说儿子要去国外出差，原定的翻译临时来不了，需要他去帮忙翻译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他退休前本就是外语教授，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。我还提议一起去，顺便看看国外的风景。可这话刚说出口，他的脸色就沉了下来。儿子是去办正事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况且你又不懂当地语言，去了只会添乱。我被说得手足无措，却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。现在想来，儿子最敬重的人就是他父亲，请亚瑟陪自己出差，他肯定乐意得很。想到这里，我拿起手机给儿子打电话，想核实这件事。宝贝，你爸爸说在陪你出差呢，我担心他身体，你们那边还好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随后儿子用一种格外刻意的语气说，他挺好的，虽说60岁了，但身体硬朗得很。他在帮亚瑟撒谎。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的心瞬间凉成冰块。敷衍地说几句后挂了电话，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从没料到，连儿子都会和丈夫串通起来骗我。亚瑟每年都在同一家照相馆拍婚纱照。我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那家照相馆。我们结婚几十年，或许只有亲眼看到这场赤裸裸的背叛，我才能彻底死心。下车时，天空已经阴云密布，眼看就要下暴雨。我忐忑地走到照相馆门口。没过多久，我就透过窗户看到了亚瑟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格外精神。第2章。突然，他眼里瞬间有了光，平日里严肃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一位穿着婚纱的老妇人刚从试衣间走出来。她银白色的头发精心盘成发髻，上面还别着一枚精致的花形发簪。她就是照片里的女人。两人手牵着手，眼里满是浓得化不开的情谊。我的世界仿佛在这一刻崩塌了。暴雨倾盆而下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声阵阵。我没带伞，只能躲在屋檐下避雨。很快，店里的店员出来收外面的广告牌，看到我后，热情地想让我进店里躲雨。阿姨，下雨啦，快进来避避，别感冒了。他一边拉我进店，一边习惯性地推销起来。您也看看我们家的婚纱啊，可以带先生来拍婚纱照呢。我们好多客户都是老年夫妻，年轻时没机会好好拍，现在想补回来。您看，爱从来不会过期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他身后，听着他的话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
我突然想起自己和亚瑟的过往，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。那时候他忙着拼事业，我只是个收银员，两人都没什么钱。最后我们只办了个简单的仪式，就算结了婚，没有拍婚纱照。他说等以后有钱了再补。我等啊等，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，却等到他和另一个女人拍了无数套婚纱照。如今想来，只能苦笑，当年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，早就不值得再提了。店员把我领进店里时，亚瑟正弯腰给身边的女人整理婚纱。女人脸颊泛红，轻声嗔怪：“别弄了，多丢人啊！我都一把年纪了。”亚瑟慢慢直起身，刚要说话，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。他的表情瞬间僵住，随即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震惊、愧疚，甚至还有一丝不耐烦。他是在生气我搅乱了他的约会吗？若是年轻时，我定会失控地冲上去质问他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。可现在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心里只剩麻木，连我自己都惊讶，说话时语气竟能如此平静，只想维持最后一点体面。我无意间看到了你的相册，猜你可能在这里，就过来看看。他皱起眉，显得有些烦躁，第一反应竟是担心那本相册。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放回去了吗？周围的人被我们的动静吸引，纷纷看了过来。他大概是怕在众人面前丢脸，收敛了眼里的怒气，朝我走近几步。别在这闹。西尔维亚是我过去的恋人，我现在有家有业，只是想陪他拍几张照，弥补一下年轻时的遗憾。你就别揪着不放了，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。西尔维亚·克拉克。我突然想起，西尔维亚是亚瑟的初恋，他们当年在同一所大学学外语，在一起好几年，差点就结婚了。后来西尔维亚的家人反对，两人才被迫分开。想来当年反对，多半是因为亚瑟那时候太穷了，连一分积蓄都没有。我和亚瑟说话时，西尔维亚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委屈地轻唤亚瑟。亚瑟话音一顿，飞快地瞥了眼窗外的雨，然后转向我，我得送他回家，他身子弱，容易生病。你等我，我待会儿回来找你，咱们回家再说。说完，他就牵着西尔维亚的手走了。西尔维亚全程都带着得意的笑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第3章，亚瑟拦了辆出租车，小心翼翼地扶西尔维亚上车，自己也跟着坐了进去。我从未见过他对我这般体贴周到。我不会像个傻子一样在照相馆等亚瑟回来接我，我自己也能拦出租车，没必要等他。我叫了辆车，让司机开到照相馆门口，还麻烦他撑伞把我护送上车。我这把年纪可经不起淋雨生病，所以我得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到家2小时后，亚瑟才回来。他一进门就脸色阴沉地冲我吼：“塞西尔，我不是让你在照相馆等我吗？你知道我回去找你淋了多少雨吗？”我放下手里刚倒好的热水，反问他：“送他回家要开2个多小时的车吗？”听到这话，他眼里闪过一丝愧疚，立刻转移了话题：“帮我把衣服洗了，再拿套换的衣服过来。”我看着他湿透的衣服，头发也一绺绺贴在脸颊上。他脱下外套，随手扔在我脚边。以前我总是忍受着他这种把我当佣人使唤的傲慢态度，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妻子的本分，尤其是他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久而久之，我也习惯了对他有求必应。可现在，我突然无比反感他这种态度。我没理会脚边的脏衣服，再次提起相册的事：“你打算解释一下那本婚纱照相册吗？”他大概没料到，一向温顺的我会揪着这件事不放。他皱紧眉头，用一种教授教训学生的语气数落我：“当年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分开的。后来他回来找我，可我没跟你离婚，还不是因为有孩子，家里还有一堆事要顾。我们现在不过是想弥补年轻时的遗憾，你就不能大度点吗？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。”我耷拉着眼皮听他狡辩，只觉得荒唐。结婚几十年，我第一次如此清醒地审视这段婚姻。
他说没跟我离婚是因为家里有事要顾。这话倒是没假，他一日三餐有人做，衣服有人洗，家里有人打扫，孩子有人送上学，家里大小琐事全是我一手操办。我从亭亭玉立的姑娘熬成中年妇女，再到如今的老太婆。我叹口气，突然觉得身心俱疲，不想再跟他争辩了。自己洗吧，我累了，要去睡觉了。我这强硬的态度，让本就因淋雨而烦躁的亚瑟更加生气。他低声骂了句不可理喻，弯腰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气冲冲地走向卫生间。他从来没用过洗衣机，蹲在洗衣机前摆弄了半天，却毫无头绪。最后冻得打了个喷嚏，才不情不愿地嘟囔着问我怎么用。我躺在床上，没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洗衣机运转的声音。随后，亚瑟脸色阴沉地从洗衣房走出来，开始在衣柜里翻找。我的浅蓝色毛衣呢？你放哪儿了？我依旧翻身背对着他，没作声。房间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。终于，亚瑟忍无可忍了。他抓起几件衣服扔在床上，声音沙哑又带着怒火：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？衣服上的一颗纽扣，正好砸在我今天被砸伤还没愈合的额头上。我痛得倒抽一口冷气。亚瑟愣了一下，随即快步走过来，脸上露出些许慌乱。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？我怎么没注意到？从今天见面到现在，他满脑子都是那本相册，哪里会注意到我的伤口？我盯着他的表情看了很久。年轻时，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吸引，才嫁给了他。可婚姻这回事，从来都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语气平静，心里却满是悲凉。要是过不下去了，那不如就别过了。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对亚瑟的所有感情，都在这一刻悄然消散。